回过神的萧炎又平复了好一阵心境后，决定彻底将魔斗班炼化来增强自身实力。这一炼化就是3天，萧炎正突破4星斗宗之际，距邺城千里之外的天空上，一位旧识正赶来见他。萧炎房外不远处的石亭内，2道绝色倩影正在下棋。薰儿明眸一抬，冲着小医仙微笑道：“小医仙姐姐，当初在内院时便听萧炎哥哥提起过你，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”小医仙落子的手一顿道：“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只是朋友。”薰儿道。小医仙笑了，没有答话，他自然是知道薰儿在试探他。薰儿看小医仙的反应，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深深地看了一眼小医仙后，薰儿轻声道：“我不久后便是会离开，日后萧炎哥哥或许还得麻烦你多加照料。”目光直视薰儿，小医仙坚定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便不会出事。”对于小医仙的回答，薰儿微微点头。刚想起身之时，黑烟军到了。薰儿十分不喜这些家伙的如影随形，但是也拿他们没办法，毕竟黑烟军直接归由古族元老系掌管。更屁虫统领林泉表示，长老们担心薰儿在外受到伤害，特地命令自己来接薰儿回古界。闻讯赶来的白发老者听到这话，直接不客气地怼道：“有我2人护着小姐，还能出什么事？难道靠你这小子经过族中地毯洗礼后方才达到的5星斗宗实力，便是能护得小姐安全不成？”林泉虽觉得自己被下了面子，但他干不过白发老者，只能连忙拱手陪笑道：“林老说笑了，长老们的命令我总不能拒不执行吧？”见到林泉将长老搬了出来，白发老者没再说话，只是将目光转向了薰儿。林泉也看向薰儿，沉声道：“小姐，长老们这次是真着急了，你们此行出来还与魂殿交了手，若是让得他们得知你的身份，丧心病狂下做点什么，古族可就要大乱了。所以长老此次下了死命令，若是带不回小姐，我们几人回去定然会受族刑。”薰儿自然是明白自己该回去了，但他想等萧炎成功晋级，下意识地望了望萧炎所在。薰儿道：“再等2日，我便回去。”早在之前，林泉就知道薰儿是为了萧炎而来，如今看薰儿的反应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于是出风暗讽萧炎是缩头乌龟，见自己来了都不敢现身的，也不知道迦南学院一别，他成长到什么地步了。薰儿与小医仙一听这话，顿时就沉了脸色。一道嘎吱声突然响起，那紧闭了多日的房门被打开了，人未现，声先出。原来是当年的林泉统领，真是有失远迎。不过修炼了这么多年，林泉统领才达到5星斗宗，倒是让萧炎意外啊。见到萧炎的那一刻，林泉本来还得意的脸色顿时黑如锅底。他倒是没想到，当年那在他面前连说话资格都没有的废物，如今居然已经敢对他冷嘲热讽，还真以为有小姐护着他，尾巴便能翘上天了。不过是在短短几年时间晋升到4星斗宗而已，自己还是打得过的。林泉阴沉地望着萧炎，冷笑道：“没想到那没落成这般模样的萧家，居然还能再出一名斗宗强者，还真是让本统领意外。不劳林泉统领费心，这种事谁说得清楚？当年你见我时，我也方才斗灵而已，但几年后孰强孰弱，或许还难以分辨。”萧炎微微一笑道。林泉立马讽刺道：“小人得志，不过是达到4星斗宗而已，也敢在本统领面前嚣张？在我眼中，你与当年没有多少差距。”萧炎毫不客气地回怼道：“但在我眼中，现在的你什么都不是。”眼看着话不投机半句多的2人就要打起来，薰儿含着俏脸就吼了林泉。林泉又把长老们搬了出来，表示自己只是奉命尽快将小姐带回，若是有人阻拦的话，就格杀勿论。萧炎一听薰儿要走，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。薰儿上前为萧炎整理着有些凌乱的衣衫，低声道：“此次我的确不能出来太久，否则还会给萧炎哥哥带来一些麻烦。等萧炎哥哥将事情解决了之后，应该便是有能力来古界，薰儿等着你。”萧炎沉默了片刻后，还是缓缓地点了点头，之后拉着薰儿的手道：“等我。”薰儿点头，正准备再说些什么，林泉双眼通红的怒吼道：“放开小姐！他心中的女神容不得别人染指。”黑衣老者冲着他就是一顿呵斥：“林泉，注意你的身份，小姐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大呼小叫。”林泉顿时就清醒了，但他要杀萧炎的心也更加坚定了。薰儿让林泉跟他一起回古族时，林泉动都不带动一下的。黑衣老者2人见林泉连小姐的话都不听了，立马就想出手教训他，没想到林泉竟然拿出了古玉令。林泉手掌死死地握着血红玉牌，目光却是异常森寒地盯着萧炎道：“长老下了重令，此行若是见到萧家之人，便将他请去古族一叙，若是对方不从，我有权使用武力将之强行带走。所以萧炎，你也乖乖跟我走吧。”
要知道古族门人见令如见元老，任何命令不得违抗。薰儿轻吸了一口气后，盯着林泉道：“林泉，现在跟我走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林泉却是执意要带萧炎走，或者趁机弄残萧炎。薰儿见林泉心意已决，就轻声道：“好，此事我记下了。”林泉知道薰儿生气了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林泉脚步缓缓前踏一步，磅礴气息自己体内暴涌而出，温柔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一道白色牵引坚定地护在萧炎面前，再前走一步，死。林泉目光转向萧炎，满是讥讽与不屑的道：“又要靠女人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依靠自己？若是你那先祖泉下得知，怕死都不会安宁吧？”打嘴仗，萧炎从未输过。把林泉气得说不出话的时候，萧炎偏头望着小医仙笑道：“你不会认为这种货色我都收拾不了吧？”小医仙自然是相信萧炎的。薰儿也在此时出声道：“萧炎哥哥，动手便是，一切后果我来负责。”萧炎一笑，目光转向林泉道：“林泉统领，你是打算一人还是一起？”在自己的女神面前，林泉还是要脸的，凝出一柄雷电长枪。林泉狞笑道：“少在我面前张狂，收拾你一人足矣。”然后不过几招，林泉的长枪就被萧炎毁掉了。萧炎不忘点评道：“花哨的枪术毫无作用。”林泉被气得涨红了脸，但还是立马暴退，想要拉开距离，使用开山印。对开山印几乎熟悉到极致的萧炎，一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利用速度飞快接近，然后一拳轰断了林泉的手腕。林泉反应极快地用另一只手再度变换手印，然而手印尚还未结完就被萧炎抓住了。萧炎又送了他一句评语总结：“枪法花哨，结印缓慢，斗气虚浮，你不堪一击。”院落之中，那跟随着林泉而来的黑烟军都惊呆了。萧炎未曾施展过一种斗技，就在几回合之内击败了林泉，这等实力，即便是放眼古族年轻一辈，也是足以排进前10之列呀。被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下等人打败，被自己带领的小队成员议论，被自己的女神看到自己现在的狼狈，林泉气疯了，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气。你这个萧家的小废物，也有资格对本统领下评价？众人看着不惜使用自残秘法化血功的林泉，忍不住的摇头，何必自取其辱呢？即便是林泉将自身实力提升到将近7星斗宗的层次，还是被萧炎当成沙包练啊，牙都被打飞了几颗。最后顶着猪头脸被萧炎拎着脖子问：“林泉统领，我这个萧家废物，现在可有资格评价你？”林泉知道怕了，要知道在刚才的对战中，萧炎由始至终都未曾施展过一项斗技。看着林泉眼中的恐惧，萧炎笑了。他知道，即便是林泉伤势完全恢复了，自己也将会是他一辈子的阴影。这意味着，不管林泉以后达到何种层次，只要他站在萧炎面前，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就会令他无法保持最为巅峰的状态。萧炎随手将林泉扔出去后，就在衣袍上擦了擦手。他给林泉留了口气，因为他不想给薰儿带来一点麻烦。薰儿自然是明白萧炎的，萧炎也是明白薰儿的。他没有再说挽留薰儿的话，直到自己参加了丹会救出药老后，定会去古族找薰儿。望着萧炎那认真的脸色，薰儿也是嫣然一笑，轻轻点头道：“薰儿等着你，萧炎哥哥保重。”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